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李沁、王一博追风者入围金鹰奖，为若来沈图南谁更有望最佳男主？第32届电视金鹰奖入围作品名单已经发布，李沁、王一博、王阳领衔主演的《追风者》入围。除了《追风者》，李沁还有《梦中的那片海》入围。王一博还有《冰与火》入围。当然了，与《梦中的那片海》和《冰与火》相比，《追风者》的主题更宏大，立意也更高远，剧情也更感人。虽然《追风者》的故事是金融和金融战，但整部《追风者》的主题却只有一个，就是恢复荣光，重登世界之巅。从《追风者》的百度词条来看，该剧有3个领衔主演，分别是王一博、李沁、王阳，也就是说，《追风者》是双男主设置。在此前的白玉兰奖评选中，《追风者》因为呈报最佳男主问题，曾一度引起酣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网上更是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次《追风者》入围电视金鹰奖，并且还有观众投票，《追风者》非常有望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当然了，最佳女主角奖也非常有希望。那么，魏若来和沈图南、王一博和王阳，谁更有可能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呢？当然是王一博和魏若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粉丝数量来说，王一博的微博粉丝数量有4000多万，王阳只有区400多万。从追风者中的戏份来说，魏若来和沈图南几乎一样。王一博一开始追随沈图南，做沈图南的私人助理，工作的时候2个人几乎天天在一起。后来魏若来去了江西，师徒2人开始唱对手戏，戏份魏若来开始占优势了。从角色内涵和角色精神价值来说，魏若来的初心一开始就是金融报国，初衷和沈图南一样，只是后来尤其是在建设库券一案中，沈图南面对来自南京的压力，选择了屈服，而魏若来则和沈竞争配合，拿到了交易记录，把真相公诸于众。建设库券一案后，魏若来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沈竞争的引导下，魏若来重新选择了道路。相反，沈图南却在原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化名图南申，到赣州担任了经济封锁特派员。直到在假币案中，沈图南被魏若来抓获，到了瑞金参观后，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变。也就是说，要论投身新道路的早晚上，魏若来要早于沈图南。魏若来在假币案和乌纱事情上表现出的能力和智慧，也超越了自己的老师申图南。1936年，魏若来奉命回到上海，和沈图南接头。从地下工作的组织关系来说，经过长征考验的魏若来应该是沈图南的上级领导。所以，无论是粉丝数量，还是戏份和角色内涵上，魏若来都超越了沈图南。所以，魏若来才是第1男主，沈图南只能是第2男主，2个可以并列，但魏若来实际上是在前面的。除了这些，金鹰奖的评奖机制也决定了王一博和魏若来更有可能成为最佳男主角。金鹰奖是以专家评审、中国视协会员、观众投票相结合评选产生的常设全国性电视艺术大奖。电视剧类奖项包括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等，以及优秀电视剧奖。这些奖项旨在表彰在电视剧创作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作品和个人。此外，金鹰奖还设有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以及针对特定领域的单项奖，如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以表彰在特定技术或艺术表现上做出贡献的个人或团队。也就是说，金鹰奖的评奖机制类似于间接选举制。一般来说，专家和会员，除非在极特殊情况下，
否则一般会尊重观众的投票结果的，毕竟观众之心不可违，观众之心不可欺。除了以上情况，再看看追风者大结局中，魏若来他们踏上长征之路时，观众们发的满屏弹幕就知道追风者这部剧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尤其是沈近珍带领魏若来、牛春苗进入江西后，沈近珍为了保护儿童英勇牺牲，这一幕不知道看哭了多少观众。本来一个衣食无忧的大小姐，为了理想，为了民族向上图强，义无反顾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沈近珍牺牲，魏若来沿着她引领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男女主角在精神上已经合而为一。魏若来要是获得最佳男主角，也意味着李沁、沈近珍获奖。当然了，要是李沁、沈近珍也能获得最佳女主角，或者李沁能获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这更无愧于追风者的宏大主题和高远利益。